同学们，咱们已经学完了定语和定语从句，你已经熬过了语法长难句最艰险、最痛苦的一块。如果定语和定语从句你已经学得很好，那咱们这一章就学得很轻松了。咱们开始讲，不就是语法和长难句吗？第5章接近尾声的凯旋，状语和状语从句，对，已经接近尾声了。因为状语和状语从句讲完，咱们已经把句子所有成分全讲完了，想听都没了。因为英语的句子不就是来说一遍，主谓宾表定补讲过了吧？补语定补同位语讲过了吧？就差一个状语了。再把状语讲完以后，所有句子成分全部讲完，语法正式结束。第6章只是特殊结构，特殊结构就是一些特殊用法呗，你会了都行了。好，最后一个板块，抖擞精神继续干啊！咱们第1节讲的是状语干受，告诉你什么是状语，状语是干嘛的。第2节课讲的是状语的成分，对，什么东西可以做状语，不是所有成分都可以做状语的哟，比如形容词就不能做状语哦。第3个是细讲状语从句。对，咱们有几个状语从句的细讲一下。第4节课讲的是状语和状语从句的考点分析。对，考什么东西呀？第5节课其实是对前面所有东西的总结，句子所有成分大总结，这一块非常的疯狂。我把主谓宾表定状补同全给你总结完。好，所以咱们总共分成5节课，正式开始讲了啊！把背打实了，把水放底下，开始第1节课状语概述。对，咱们先讲的第一个问题叫做形容词和副词在句子中的成分。你会觉得很奇怪，刘让讲状语呗，你讲形容词副词在句子中的成分干嘛？你别问，你就听我讲都行了啊！来，开始。1. 形容词，那形容词在句子中能充当什么成分呢？我们前面都已经讲过了，这不是新内容。1. 放在系动词的后面做表语，讲过吧？来，举个例子 ，She becomes beautiful recently， 她最近变漂亮了。Beautiful 形容词做表语 ，become 系动词后面跟形容词做表语呀，对吗，同学们？好，继续来。那还可以放在什么？被你看见了吧？2. 对，它可以放在宾语后面做补语呀。The cute dog 这个可爱的狗 makes her happy， 使她很开心，是不是 ？Her happy 补语。对呀，形容词可以做补语的呀。好，下面是放在名词前面做定语，咱们也说过吧 ？She's becoming a beautiful woman。Beautiful 就是 woman， 放在名词后面做名词前面做定语，对不对？好，准备好腿了，你看可以吧？无论是放在系动词后面做表语，还是放在宾语后面做补语，还是放在名词前面做定语，你发没发现其实形容词的功能很正常，就一个作用，干嘛？修饰名词。你看他刘老师做表，你看嘛，别激动嘛，做表语的时候在修饰主语呀。她变漂亮了，谁漂亮了？不就是她漂亮了吗？所以漂亮在修饰她呀。你看这条狗能够使她开心，谁开心？她开心啊，所以开心修饰她呀。这都不说了，美丽的女人，美丽的修饰 woman 啊。所以形容词无论做什么语，形容词这一辈子干了3件事儿，1、2、3，再说一遍，做表语。好，再说一遍，做表语、做补语、做定语，无论做什么语都是在修饰名词，只是放的位置不一样。所以形容词这一辈子也很糟糕，一直在为别人做嫁衣，并且只为名词做嫁衣，围着名词转。所以形容词这一辈子只干了一件正事儿，大声说修饰名词。但是它有仨名字，表语、补语、定语，但是都是修饰名词的，好理解吧？第2个是对副词做什么成分呢？刘老师，好，咱们看一下副词充当了什么成分。看这黑板 ，He smiles sweetly。好，告诉我 sweetly 这个副词在修饰谁？不要说在修饰动词，亲爱的，请你说修饰实义动词。Smiles 不要说动词，因为动词包括情态动词、系动词、助动词，是不是对呢？它是实义动词，所以副词修饰实义动词。好，继续来 ，He looks pretty sweet。他看起来非常的甜美，甜美是个什么词？形容词吧，因为 looks 后面跟形容词做表语嘛，所以 pretty 来副词修饰形容词。第一个是副词修饰实义动词，第2个是副词修饰形容词。好，副词还修饰了什么语？走 ，He smiles especially sweetly。especially 副词修饰副词。哇塞，副词还挺厉害，懂吗 ？Actually she smiles sweetly。事实上笑得很甜美哦。事实上，告诉我这个 actually 是个副词，修饰的是 smiles 还是修饰的是 sweetly 还是修饰？他在修饰整个句子。事实上他笑得很甜美，所以 actually 修饰整个句子。好，告诉我副词这一辈子干了什么事儿？答：修饰实义动词，修饰形容词，修饰副词，修饰整个句子。给副词起个名字吧。这俩副词也得起个名字，做了什么成分啊？你看嘛，形容词放在系动词后面做了表语，
放在宾语后面做了补语，放在名词前面做了定语。那你给俺的副词起个名字，老年们来，副词修饰实义动词做了什么语？状语。副词修饰形容词做了什么语？状语。副词修饰副词，状语。副词就是状语。所以副词只有一个名字，叫做状语，对吗，同学们？那你告诉我副词修饰了谁？大声说。答：副词修饰了实义动词，修饰了形容词，修饰了副词，修饰整个句子，这叫副词的成分。哦，刘老师，副词修饰那么多东西，副词才有一个名字叫做状语，对吧，刘老师？是。你看形容词的事儿多不多？还放在不同的地方做叫不同的语，俺副词就一个语叫状语。好，说完了。那你告诉我什么是状语？对，一形容词、副词在句子中能够充当的成分讲完了，那你告诉我什么叫状语？你看嘛，副词修饰哈哈哈哈哈哈，就是状语啊。那你告诉我什么是状语呗？对，副词只能做状语。倒推什么是状语？来一起说，状语记笔记啊，书上有话。状语就是在一句话当中修饰，一起说，实义动词，修饰形容词，修饰副词，以及整个句子的成分就是状语，是吗？再从状语就是在一句话当中修饰实义动词，修饰形容词，修饰副词和整个句子成分就是状语。写完了吗？咱们这样讲没有问题，很好。但是如果我这样讲就更舒服了，同学们，来看着我脸，不讲课了。来吧，同学们看着我的脸啊。你可能有很多化妆品吧，我没有太多，我只有2个化妆品，看不出来是不是？因为这个美颜了，可能是哈。我只有一个口红，然后有一个那个 BB 霜，什么气垫 BB 霜。对，我其他不化妆的，我从来不化妆，就有2个，还是录课的时候用一下。对，我只有2个化妆品，听好了，一个是气垫，一个是 BB， 一个是口红。看着我的脸啊，你别问我为什么讲这个段子，你听嘛。口红只能画在哪儿？只能画在嘴上。对，口红只能画在嘴上呀。上次个女生给我抬杠说，刘老师，口红还可以当腮红使用，你也敢当腮红，我敲死你！口红，它为什么不叫脸红？以后你要再用擦在当腮红使用，别用了，同学们。口红只能擦在嘴上，叫口红 lipstick， 是吗，同学们？好，准备好哈。告诉我 BB 霜擦在什么地方？脸上有雀斑，擦盖遮瑕；脑袋擦，下巴擦，鼻子擦，脖子能不能擦 BB 霜？能。我今天去拍广告啊，不可能拍广告。假如嘛，拍广告呀，手特别粗糙，我手膜知道吗？手膜呀，忘了带护手霜了，忘了带护手霜，涂点 BB 霜行不行？行，因为 BB 霜遮瑕还显美白，还能防晒，是不是们？我今天去三亚晒太阳，你管我的，我就去三亚晒太阳，忘了带防晒霜了，涂一屁股的 BB 霜行不行？行，防晒遮瑕，听懂了吗，同学们？告诉我口红只能涂在哪？嘴上。BB 霜能涂在哪？答：全身都能涂，只有嘴别涂，嘴留给的口红。如果你听懂我这个段子，告诉我想讲什么？告诉我定语这一辈子只能定谁？只能修饰名词。告诉我状语修饰谁？同学们听我说，英语中就2修饰成分，定语和状语，同意吗？主谓宾表定状补同，只有2个修饰成分。一个是定语，一个是状语，就像我只有2个化妆品一样，一个 BB 霜，一个口红，口红只能涂在嘴上，所以我以后一说口红，你说定语，对，定语就是修饰语，但你只能修饰名词。我一说嘴，你就说名词，对，定语修饰名词，口红修饰嘴唇。那状语修饰谁？英语中就2修饰成分，除了口红以外就是 BB 霜了，除了定语就是状语了，所以状语修饰谁？你别再说修饰实义动词、形容词，你再说我一会儿生气了，我一会儿咬你，行不行？那刘老师你说修饰谁？状语修饰谁？说除名词以外的所有成分，除名词以外的所有成分，也就是说只要这一坨东西没有修饰名词，它就一定是状语。因为状语除了名词不能修饰，什么成分都可以修饰呀，它就是 BB 霜呀，哪都能涂，防晒遮瑕你说哪不能涂？我听懂了。所以状语的含义，你不要记修饰实义动词，就记状语除了名词不能修饰，什么成分都可以修饰，是不是非常完美？舒服吧，同学们？所以呢，你再回头想想，它为什么叫状语？非常的强壮 ，powerful， 什么事都能干，除了不修饰名词，啥事都干完。说定语，你干去吧，你干点活，你干了，剩下全是我干完，所以它叫状语啊 ，powerful 的语叫状语，听得懂吗？
状语的含义很简单，对不对？二，状语的位置。那比如说状语放在什么位置？举个例子 ，in 哈尔滨，看见了吗？哈尔滨 ，I came across a boy。came across 翻译成偶然遇见，就等于 meet。我遇见了一个男孩，什么男孩 ？Who looked vigorous and attractive， 看起来非常的充满活力，并且非常吸引人的男孩。这是个定语，不说了。因哈尔滨就是个状语啊。刘荣，我怎么知道？我还没讲，你都知道呢。你看，主谓宾，宾语后面跟的引导词是定语从句。那这一坨是什么语呢？也没修饰名词呀。对，你只要确定它没有修饰名词，它就一定是状语。那放到句首行不行？行啊。放到句末行不行？走。I came across a boy who looked vigorous and attractive in 哈尔滨，行不行？行啊。我放到主谓之间作为插入语使用行吗？ I in 哈尔滨，逗号 came across 可不可以？可以。所以记笔记，状语的位置写非常灵活，随便放。真的非常灵活，随便放，爱放在哪放在哪。记笔记，逗号。但是状语放在主谓之间作为插入语使用很好。再重说，状语的位置非常灵活，随便放，但是放在句子的主谓之间作为插入语使用很好。为什么？因为插入语是写作满分句型。对，我们的课都讲完，在特殊结构咱们会讲一下插入语，同学们等敬请期待啊。好，放在主谓之间最好。那刘老师，我每次把状语都放在主谓之间也不一定，对吧？有时候放在句首，有时候放在句末，有时候放在主谓之间，你也不能都放在主谓之间啊，对不对？都不好看了都。好，一，什么是状语讲完了？二，什么是状语讲完了？第二节课状语的成分。对呀，我听懂什么状语了？那什么词可以做状语呢？好，一，副词做状语。副词做状语其实不用举例子，前面已经举得很好了，咱们还是看一下好不好？来，谁是副词的？主谓 hard 副词修饰 works， 副词修饰实义动词。好嘞，快点，同学们，快点，什么词？副词 awesome 很好。铁锤的画真的非常好。铁锤的画真的非常令人敬畏的，对，令人敬畏的非常好的副词修饰形容词状语。铁锤 did this job very well 副词状语。其实 very 修饰副词 very 是个副词修饰 well very 也是个状语。very well 都是状语。Unfortunately 副词做状语修饰整个句子，所以一，副词做状语。那除了副词做状语，谁还能做状语呢？我不说你也知道，被你看见了。二，介词短语做状语。对，介词短语做状语可以表示什么呢？一，可以表示时间。举个例子吧 ，My daughter is eager to be eager to 翻译成渴望做某事。我的女儿渴望得到 lucky money 幸运的钱，红包是吧？我女儿渴望得到红包，什么时候 ？On New Year's Eve， 在新年前夕，在除夕夜。On New Year's Eve 就是一个状语，表示时间。时间，对，介词短语做状语表示时间。好，继续来。We often have breakfast at 7 o'clock。我们经常7点吃早餐。At 7 o'clock。7，对，时间，对，介词短语做时间状语。同学们，其实你没必要说它是时间状语还是地点状语。你觉得介词短语做状语不就行了吗？一看就是时间啊，7点，是不是嘛，同学们？好，一，介词短语做状语表示时间，那介词短语做状语可以表示地点哦。这个其实不是举例子，我们见的太多了。Students all sit， 坐在哪 ？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 表示地点啊，在房间的中央，肯定是个地点呀。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 房间的中央。My son and I lived in 重庆，in 重庆地点，对，介词短语表示时间，介词短语表示地点，介词短语还可以表示什么？原因。这个见的好多呀，朋友们，你见得多吗？比如 because of。Because of you， 因为你 I feel 的我失败了。Due to， 因为 owing to， 因为 on account of， 因为同学你可能不知道 on account of 等于因为，以后记住了 on account of 就完全等于 because of。Thanks to 不要翻译成多亏了，就翻译成因为，很好记。你看刘老师多亏了你的长难句班，我才成功的考上研究生。你看多亏了你的长难句班，那不就是因为吗？As a result of 作为什么的原因，那不就是因为吗？
是吗？举个例子，对，这都反映了因为 The sports meeting was cancelled， 说运动会被取消了 because of the heavy rain， 因为大雨。Because of the heavy rain， 介词短语做状语做的是原因状语，没问题吧？好嘞，继续来。He had a bad accident， 他出了一场车祸 ，due to his careless driving， 因为他粗心的驾驶。因为他粗心驾驶，他出了一场车祸。due to 介词短语做状语做的是原因状语。好，刘老师，你这怎么一样啊？别很简单读嘛。Owing to his careless driving， 因为他的粗心，他出了一场车祸。你这是干嘛呀，刘老师？别问，意思完全一样，就是换了一个词儿。好，咱们再看一个。好 ，Thanks to， 对，这三句话对着看见了。Thank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our lives have become more convenient， 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了。对，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了。Thanks to， 那不就是因为吗？你写这在干嘛？没听懂吗？记住哈，状语的位置非常灵活，前后中间都可以放，但是有两个特别特殊，一个是 due to， 一个是 owing to。写一下 due to 通常放在句末 ，owing to 通常放在句首。再说一遍，本来状语的位置是很灵活，随便放的，但是它俩很特别 ，due to 通常放在句末 ，owing to 通常放在句首。其他的随便放，三个数放到前面也行，放到后边也行，放到中间也行。但 due to 句末 ，owing to 句首。好，过去了，没问题，同学们对不对？好，没问题。好，表示原因。来，介词短语做状语表示时间，表示地点，表示原因，还可以表示什么呢？表示方式。咱们这都很熟了吧 ？through 通过什么什么方式 ，via 通过什么什么方式 ，by 通过什么什么方式。这仨我们见的最多的是 by working hard，I succeed， 对不对？以什么的方式？还有呢，in什么是 manner， in什么是 way， in什么是 method， in什么是 fashion， 对，他们都翻译成以什么什么的方式，所以是方式状语。比如说 ，It's more economical to go to Beijing by train， 说乘火车去北京更节约、更经济、便宜啊 ，economical。经济的节约的 by train 显然是一个方式状语，方式呀，坐火车呀，方式。当然，你可以把 by train 放到句首，也可以放在主谓之间，也可以放到句末，位置很灵活。我放在了句末。来吧 ，babies communicate， 说婴儿交流怎么交流？通过面部的 facial 面部的 expression， 通过面部表情和 by making noises 发出噪音来交流。好，这是两个并列的方式状语，一个是通过面部表情，第二个是通过发出噪音，是吗？你看那小孩说话，哎，他说你开不开心啊？对，通过发出噪音，通过面部表情，就是你笑，他说你在笑的。好，走了，按着并列两个方式状语，所以介词短语表示方式。好，走 ，They answered questions， 他们回答问题，回答学生的问题。呀，再看到定语好简单了，对吧？通过什么呢 ？Via the interactive book， 通过互动书，他们来回答学生问题。Via the interactive book，via 通过 the interactive book 互动书。好，介词短语做方式状语，好理解对不对？很简单是吧？然后是，哎，它还可以表示让步哟。对，介词短语做状语还可以表示让步哟。举个例子，这熟不熟？你说咱不讲，你熟不熟 ？In spite of 虽然尽管 ，despite 虽然尽管。For all 是不是对吗？虽然尽管，无论 regardless of， 我说无论你是谁，我都会请你进来的。怎么听？无论你是谁，我都会请你进来的。好吧，可以了。来 ，They came to school despite the heavy rain。他们去上学了，虽然下着大雨。让步，让步没问题吧？同学们，这个后期我们还会讲让步状语从句。刘老师为什么翻译成虽然尽管就是让步呢？你看这些东西很好理解。你看，比如这个东西，比如说通过互动书，通过面部表情，这一看就是方式呀。刘老师，通过某种方式吗？这个为什么虽然尽管表示让步呢？我们后期还会讲，在这个地方我稍微提一下那个。虽然尽管为什么表示让步呢？
让步这个词儿本来就很抽象，但是你把它想成中文本来的意思就很简单。让步就是往后退一步，别把话说那么满，往后退一步就是让步，是吗，朋友们？比如说你说刘老师，我非常喜欢你呀，我好骄傲，我说哎谢谢同学，你说虽然你长得很丑，是不是？刘老师，我非常喜欢你在肯定我，虽然你长得很丑是在否定我，是不是呢？所以让步呀，别把话说那么满，我非常喜欢你，虽然你很丑，我让步。刘老师，我特别讨厌你，说的太满了，往后退一步。刘老师，我非常讨厌你，虽然你长得很漂亮。你看，让步就是往后退一步，就是一种弱转折。因为外国人说话一般都很委婉，他们不喜欢把说那么绝对，所以他一般用个 despite 表示让步的词。他们来上学了，虽然下着大雨，让步，对不对？来 ，everyone has equal rights， 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不管他们的 religion 信仰 color， 或者是来无论他们的宗教 religion 宗教认识吧，对不对 ？color 颜色就是肤色，对不对 ？creed 这个单词咱们见的应该不多，信仰。刘老师，那写成 face 行不行？行 ，face 也是信仰，可以。好，每一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不管他们的宗教、肤色和信仰，是不是？对，不管，虽然尽管都是让步状语，这是介词短语表示让步，对不对 ？We must stick to our dreams， 我们必须要坚持梦想。虽然 all the difficulties， 虽然很多困难，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依然要坚持梦想，对吗，朋友们？也是一个让步状语，没问题，对不对？好，没问题，继续来，继续来。介词短语做状语可以表示什么呢？表示伴随。其实表示伴随你见的最多就是 with 嘛，是不是，朋友们 ？He stood there， 他站在那 ，with his hand raised， 对他站在那举着手。对 ，with his hands raised 就是举着手呀，伴随一种动作呀 ，with 呀。He lay on his bed， 他躺在床上 ，with the sunlight falling on his face， 他躺在床上 ，sunlight 阳光洒在他的脸上。你不要发现阳光掉在他的脸上，我的个天哪！他躺在床上，阳光洒在他的脸上，伴随 with。对，这就是介词短语做状语表示伴随。其实我不举例子你也很熟，对不对，朋友们？来，1、2、3。一，谁做状语？快点！副词做状语。二，谁？介词短语做状语，可以表示时间，可以表示地点，可以表示原因，可以表示让步，可以表示伴随，可以表示方式。听懂了，老师？好，再看一遍，朋友们，好不好？那刘老师谁还能做状语？被你看见了，没看见对不对？一副词，二介词短语，谁还能做状语？非常风骚，无所不能，除了谓语不能做，什么成分都能做。谁？非谓语动词做状语，是不是，朋友们？除了动词，除了谓语不能做，什么成分都能做，不就是非谓语动词吗？非谓语动词什么成分都可以做呀，它当然可以做状语啦。来，一，分词短语做状语。对，因为状语，因为这个非谓语就包括两个呀，一分词，二不定式呀。分词包括现在分词和过去分词呀，不定式就是 to do 呀。所以我们分开讲呀，一分词短语做状语，二不定式做状语，对，分开讲嘛。其实也没必要分开，主动加 ing， 被动加 ed，to 表示目的，分开它干嘛呢？其实没必要分开啊。走，分词走，公式一，分词短语主句，句首的分词短语一般表示原因，没听懂？也就是把分词短语放到一个句子前面去，这个分词短语一般表示原因。举个例子 ，Having been a teacher for many years, I know my students well。连到一块就是做老师很多年了，我非常了解我的学生。做老师很多年了，我非常了解我的学生。哦，快看黑板，各位小朋友们，你看，这不就是分词短语放在主句前面吗？主句是 I know my students well。对，这一坨东西就是分词短语放到主句前表示原因。你翻译的时候依然翻译成因为我已经做老师很多年了，所以我很了解我的学生啊，是不是？对，听懂了，老师？就是分词只要放在一个句子前，一般都表示原因，对吧，刘老师？对，走。Not knowing what to do, the girl cried in the street。因为这个小女孩不知道该做什么事儿，她在街上哭了起来，是表示原因，对不对？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做什么事儿，她哭了起来。好过。
同学们，我这个地方说一句话行吗？我说我做老师很多年，我非常了解我的学生。我今天真的告诉你们，如果你听到这个班，你觉得你还是不适合考研，你现在还可以放弃，因为你听到这个班还是前期的。我说的对不对？其实很多人考研动机都不纯。同学们，你听过叶公好龙吗？我觉得咱们中国人真厉害，那智慧简直不一般的智慧。叶公好龙，我们不都读过吗？一个人特别喜欢画龙，他很喜欢龙。上天的龙听说有个叫叶公的人很喜欢他，决定去人间去拜访叶公一趟。结果到了地上以后，把叶公吓死了。说明叶公不是真的喜欢龙，是假喜欢龙。如果叶公真的喜欢龙，当龙来拜访他的时候，他一定一点都不怕，他会和龙交谈，交成好朋友。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很多人考研为什么考研？我发现考研像一个兜底条款一样。哎，教招没考过，考研吧。哎呀，这个工作不好找，考研吧。想再逃避2年，考研吧。男朋友考研算了，我也考研吧。听说考研能够提升学历要高一些，好，考研吧。他们，你考研真的想通你为什么考研了吗？如果你真的没有想通，就像我前面给你讲的，你没有这个强大的动力的，首先你坚持不到最后，其次，即使你考上，你也找不到工作。所以很多同学就问我说，刘老师，哎，我考研其实我也不挑专业，我也不挑学校，能考上就行。我说你想过没有，考上以后怎么办？哎呀，能考上先考上再说呗。这种同学研究生毕业你也找不到工作，因为你连方向都没有。哪些人比较适合考研？刘老师，我真的想提升自己，你别问我为什么了，我就是要提升自己，我就要想在学术上好好学习一下，这才是真正的考研人。就你那也不知道为啥考研，我整个暑假60天，应该几乎60天都在线下上课的。就是我特别了解我的学生，你知道吗，朋友们？一个班有1半的人在听课吗？那大家那个班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什么意思？你的目标都不明确。其实很多人研究生考不上，真的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你考研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逃避什么我不知道。研究生考不上就说孩子勇敢的面对现实吧，你已经逼到绝境了，面对现实找工作吧。在你找工作路上，你才会发现，其实当时你不适合考研的。就像那年我考公务员一样，谁不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吗？我也是考公务员的人呢，全国公务员都考完，连江西的公务员都去考。我现在想想，如果考上我会去吗？去呀，只要有公务员招生名单，都去考，都去考，都去考。我每次都没成功。对，人家赖好还能进入复试被刷，我都进入不了复试，衣服都买好准备复试也复试不了。当今天我走过来，我发现，其实当年考公务员只是看别人考，想要稳定的工作而考，其实我根本都不适合当公务员。同学们，如果你要听过我讲单词课，听过我讲语法长难句课，你看我的性格真的不适合当公务员。我也不会趋炎附势，有什么说什么。敬杯酒能脸红1天，就敬领导一杯酒，祝你身体健康，我能脸红1天，我就不适合当公务员，是吗？所以很多人研究生考不上，你真的不适合考研那个，你就适合赶紧去工作，步入社会，在工作中你也能找到你的一番天地。我说的不对吗，同学们？好吗？没什么意思。我真的很了解我的学生，有些人注定考不上的，真的没必要坐在那个地方，但是假装学习，摸这倒那。刘老师，你别说了，我就要考上，那你就学呀，是吗，同学们？啊，好，来，分词放到前面，分词放到前面就表示原因。那看这个吗？分词短语做状语，这个是主句加分词短语哦，就是分词短语放到句末去了。先说句子，再说分词短语，对不对？跟刚才一反。句末的分词短语一般表示结果，是吧 ？My little sister studied hard。我的小妹妹学习很努力 ，getting high marks in the exams。所以考试中分数很高。你看她没有所以，我也加了一个所以。我的小妹妹成绩学习很努力，所以她在考试中分数很高呀。好，这个是 I got up late this morning。我今天早上起床很晚 ，causing the delay， 引起了耽搁，就耽误了。我今天早晨起床很晚，所以我耽误了。对，分词放在句末，经常表示结果，对不对？对你分析长难句很有帮助吧？好，继续来。对，土都不定式也可以做状语啊，分词做状语，土都也表示状语啊，表示什么？表示目的呀。对呀，分词放到句首表示原因呀，分词放到句末表示结果呀。土都表示目的呀。I stopped， 我停止 to drink some water。
To drink some water 表示目的。我停下来，目的是为了喝点水。来 ，I run on the road every day。我每天都跑步。In order to 为了什么？保持健康。In order to keep fit。没问题。听懂了，刘老师？能做状语的成分有，别慌啊。一，再说一遍，副词做状语；二，介词短语做状语；三，非谓语做状语；四，谁还能做状语？从句做状语。这个我不举例子你也很熟呀，大兄弟。哇塞，状语从句吗？这不是 ？The teacher raised his voice。老师提高了音量，目的是不但是一个状语从句做状语，而且还是个目的状语从句。目的是 the students in the back 后面的同学也能够听到更清楚。老师提高了音量，目的是后面的同学也能听得很清晰。You will certainly succeed。你会成功的。只要你 keep on trying， 只要你保持努力，保持尝试。那么我再说一遍，谁也不是一下子都能找到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儿，是吗，朋友们？谁也不一定一下子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所以你要不断的去尝试。你不尝试，每天这么空想是没有用的。他说，只要你保持尝试，你一定会成功的。只要你保持尝试，告诉我这是个状语从句，你怎么知道？我的个天哪！引导词加主语加谓语，引导词加句子吗？这不是从句吗？这是什么从句？只要你保持尝试，你就会成功的。只要你保持努力，只要你保持尝试。条件呀，条件状语从句，这个是结果状语从句。好，从句做状语。那刘老师还有吗？没了。1、2、3，看着我的手，速度最快的说，能做状语的成分有副词、介词短语、非谓语、从句。好家伙，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朋友们，状语的位置非常灵活，随便放，好不好？但是放在句子主谓之间作为插入语使用非常好。不举例子了吧？再举一个有什么意义呢？昨天晚上我和我的朋友去看电影了。你看 last night。好，状语的位置非常灵活，随便放。好，一，什么是状语讲完了；二，状语的成分讲完了；三，你猜开讲谁了？三，状语从句吧。咱们细讲状语从句正式开始了。